在所有亲密关系的崩溃现场，最常见的不是外遇，不是背叛，而是持续不断的情绪失控与相互指责。即使是曾经深爱的人，也会在彼此无法承受的情绪波动中彻底分崩离析。更何况，爱本身往往只是一场自我投射的幻象。那么，人到底需不需要稳定的情绪？需不需要严格的自我控制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是否意味着不成熟与失败？这些问题本质上不是伦理，而是存在论。必须回到人的根本结构。情绪不稳定确实会摧毁一切关系，这是现实，不是偏见。关系的本质是两个未完成、未整合的生命的临时联盟。当双方都无法自持、无法辨识或负责自己的情绪，所有的爱、信任、承诺都会在日复一日的指责和伤害中瓦解。没有自我调节的能力，亲密必然转为消耗，直到一切不可挽回。爱不是无限包容情绪暴力的理由，这是人性必须承认的现实。否定自我控制的重要性，亲密就会在任性和自我溺爱中毁灭。但如果把情绪控制极端化，将完美控制当成唯一标准，关系只会变成压抑和伪装的温床，最终在慢性自杀中崩溃。成熟不是无情绪，也不是完美自控，而是能辨认自己的情绪来源，承认当下的不稳定。自由即责任，你可以选择表达情绪，但必须为结果负责。在关系里永远失控、从不自省的人，确实无法维系深层连结，但永远伪装稳定、压抑一切情绪的人，也同样在自我消耗与逃避真实。承认情绪的本性是不稳定、易波动的，同时能学会在风暴过后修复，而不是让一切毁于一旦。情绪自律是亲密共处的前提，但不是人性圆满的终点。你可以有波动、有崩溃、有责怪，但你必须愿意负责、修复、成长。如果你永远拒绝自省，终将毁掉所有关系。如果你永远压抑，也终将失去自我和生命力。亲密关系的真理是两个人都能承担自己的情绪，也能承受对方的波动，不因为混乱而分离，不因为崩溃而毁灭。情绪稳定是一种能力，更是一种责任。它既不是压抑，也不是放纵，而是人类在矛盾和变化中求存的唯一方式。所有逃避、所有过度、所有不肯承担的人，都无法真正进入成熟的亲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